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们巡演很像是一趟远征，去探索这个音乐上的一些新的创新，努力去探索它的边界。我就记得太阳在升起来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全身是使不完的力气。量变临界点其实对我来说，它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未知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未解的问题。我很需要阳光来去温暖我，因为我渴求它，所以我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所有人之间去温暖彼此，去治愈彼此，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摘一片云朵，踏在脚下看日落。你在云的我们巡演其实是从23年开始的，当时做的是一个用西方音乐的方式来做，然后2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试做民乐，说那今年25年我们就可以尝试将这两者再来做一个融合，去探索这个音乐上的一些新的创新，努力去探索它的边界。其实很难，因为中国人是很了解东方乐器的嘛，比如说琵琶、笛子、箫，然后古筝，包括唢呐。对于西方音乐器来说，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听到的都是，比如说像钢琴，比如说像小提琴、大提琴这些。但我觉得今年我们想挑战的是，想要来到火星演唱会的听众朋友们是能够看到一些很少见到的乐器。所以我们西方的乐器是选择的是一些他们的地方的传统的民族乐器。爱尔兰的哨笛，苏格兰的那种风笛、班卓琴，所以我就觉得，那把这种民族乐器和我们东方、我们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相融合，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个挑战的。因为这首歌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整个主歌部分用的是中国风的一种音乐风格，然后副歌用的是比较西方的一种音乐风格。然后这两种风格我把它融合到了一首歌里面，有一种那个叫东西方的乐器的那个华山论剑的感觉。有，其实我抛弃了一个乐器，就是唢呐。在我眼里面，唢呐是中国乐器的乐器之王嘛。唢呐一出，谁与争锋？因为它的声音是会抢掉所有的乐器的，但是我们又想要做的是个融合，就把这个唢呐先放弃掉。沉醉过迷途的芬芳啊，用最热的情。这个想法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歌迷想出来的。在21年的时候，演唱会上我其实写了3首歌，然后这3首歌叫做治愈3部曲，其中最后一部曲走，一起去看日出吧。唱完这首歌之后，线上做了一个直播，歌迷就有在弹幕里面就提出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一天真的一起去看日出？我当时觉得，这个想法好浪漫，因为所有人聚集到这个地方，为彼此去相互奔赴，然后去做一件浪漫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疯狂。那个感受确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生应该是最难忘的一个回忆了，有一种极度忘我的感觉。我是第一个看到日出的人，我想把我眼前最美的画面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就在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就喊，我说看啊，那个太阳出来了，就想让大家都去看那个日出。我就记得太阳在升起来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全身是使不完的力气。演唱会的新方向，第一次开会和第2次开会是最久的，就是1天1夜的开，就是要一直在交流，一直在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做什么样的主题。我能占到80%-90%吧。对，因为我其实脑子里面是有那个画面的，而且再加上我是舞台的表演者，我可以想象得到我在台上唱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状态。那大家其实是想要去实现我脑海里的这个画面。火星这2个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从出道比赛的时候，其实就带着一个标签，就叫做火星弟弟。然后说我唱无字歌，一种火星文的方式，加上我的歌迷的都统称为火星人。然后，所以我觉得火星这个概念很像一个家园的感觉。那我会希望在演唱会上面有一种所有人像是真的回到了一个跨次元的一个家里面，有一种真的离开了地球，去到了另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在这个空间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我和歌迷，歌迷和歌迷，我们所有人之间去相互的去温暖彼此，去治愈彼此，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才每次开场的时候会喊一句欢迎回家。对。我觉得人是会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那人之所以会成长，也是因为你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有愉快的事情，会有不愉快的事情，而往往让你更能成长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经历了很多艰难的事情。我从一个学生到工作，然后再到工作了10几年，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少年，然后到不断的经历各种事情。那我会觉得，如果我会出现这种状态，社会上会有很多的人，或者跟我同年龄段的人，可能都会经历这种状态。那我会希望写一首歌曲，帮助社会上的一些跟我有相同状态的人，一边也可以帮助我自己。我写的这种能量，其实是因为我需要这个能量，我很需要阳光来去温暖我，因为我渴求它，所以我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量变临界点其实对我来说，它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我这2年其实是在思考一个话题，就是你别笑我，就是所谓的世界的真理，就是这种很大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未知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未解的问题。然后我就会去学习，查很多资料，用我的逻辑来去整理这些资料，包括特色传，对。包括人之爱这些歌，就是我会开始尝试去更多的站在第三视角来去自我剖析，然后并且去剖析我自己跟我所有产生关系的人物和事情和事件，就是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就我会思考所有的围绕我自己的一个东西，然后来去找它的原因。我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创作前3张专辑了，我觉得我处在一个摸索阶段。然后，并且好像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第2个阶段可能就是从第4章、第5章开始去思考人生、人性。然后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第3个阶段，就是我最新的这张专辑《量变临界点》，可能会更站在一个宏观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看自己，就是叫做接受。比如说有一首歌叫《不重逢》，自己在长大，和过去的自己永不重逢。那其实就是我接受了自己。应该是在我唱那首歌的最后一小段的时候就要开始往下降了，然后当时在没降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哎，是不是会出现一点小意外？其实沟通的时候发现是电脑的问题，可能需要让我等待一下。但是我已经等待了20秒、30秒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不能再等了，因为我怕来不及换下一趴的这个服装。我评估完之后，我觉得是安全的，所以我就赶快就离开了。这是我自己离开的，我没有听导演的话。